胡志明市這個機場的效率，簽證效率真的太低了。終於過完海關了，足足排隊花了3個小時，就進了胡志明市的 CBD 區了。不僅僅說是這1個小時看到的東西，最主要是刷新了你對這個城市、這個國家的認知。一整棟全都是咖啡品牌，應該大大小小開了好幾十家店嘛。家人们，凌晨好啊！现在是凌晨1點鐘，我在廣州白雲機場又要出發了。這次又要開啟一個全新的副本了，那就是越南。機緣巧合之下，又開了一個機票盲盒，208塊錢飛越南胡志明市，馬上衝！行程我打算是1個月，從胡志明市開始，一路向北到河內。第一次坐這種紅眼航班啊，從凌晨2點半出發，大概到那邊的話就是當地時間4點半這樣。現在我都還沒有訂好青旅，也不知道到那邊白天到底要去哪，所以咱們就見機行事。出發之前，我基本沒做功課，主打一個無立場、無預設，為的就是給家人們呈現一個真實的、正在發生的越南。凌晨3點終於登機了，真不愧是紅眼航班了，眼睛都給我熬紅了，感覺全是血絲。家人們睡一覺，胡志明見。落地胡志明市新山機場，外面還是一片黑，誰知道即將迎來的是噩夢般的3小時海關排隊大考驗。剛才在櫃員機就是用560塊錢人民幣換了這4張，單張面額是50萬，加起來就200萬，匯率大約是1塊錢人民幣換3500越南盾。在越南，你可以體驗每天豪掷百萬的爽感。是不是想想都很激動？不要開心太早。越南對持有中國護照的有特殊關照，無論你是落地簽、電子簽還是批文，你都要排隊換成令旨簽。我面前就是排隊換簽的窗口，沒什麼秩序，大家都是一窩蜂圍在那裡。因為他現場也沒有，現場是沒有非常清晰的那種排隊的標識嘛。剛才就是在你那裡交了護照，還有我的電子簽的一個打印的副本，還有就是一張2英寸的白底的照片，交給工作人員，然後就在這裡等待，然後他會喊你的名字，讓你過去領。胡志明市這個機場的效率，簽證效率真的太低了。這個令旨簽大概等了差不多40分鐘，非常漫長的過程。我真的太困了，困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。然而換簽只是開胃菜，過海關那才叫一個折磨。這裡排隊真的很離譜，烏泱泱全是人。你好，這個我們是批文過關，在哪裡過關？這裡，也在這裡啊？對。你有這個簽證拿了嗎？批文對。好，批文啊。就是那個。批文得到那邊換這個令旨簽的。到那邊換電子簽。不是那個令旨簽，這個是令旨簽。要換這個是令旨簽，得去那個窗口那裡換。幾號窗口？隨便，有人的話就把資料遞交給他。我們那個到達是在這裡嗎？到達，對，在這裡等入關。沒有令旨簽的話，就直接在這。對啊，是啊，我看他們都是在這等。這麼多人，等2個小時吧。2個小時，真的嗎？我猜的。終於過完海關了，已經到機場外面，足足排隊花了3個小時。第1個小時呢，是把我的那個電子簽證換成令旨簽，後面2個小時純是在排隊排海關。我覺得越南這邊的海關工作人員就純在摸魚而已。基本上你護照給到他，那個令旨簽給到他，他就看一眼蓋個章，其實就可以過了，他也不會問任何問題。但問題他就是那麼磨磨唧唧，可能是上頭對他有什麼交代，就規定每個遊客必須要盤問多長時間才能放行。實際上呢，他是一句也不問，他拿到你的護照呢，他也不看，他就是放在那裡，玩手機，敲敲電腦這樣，等過了30秒或者1分鐘，他才給你蓋個章就放行。就是因為這種工作模式嘛，才導致這個效率非常的低。
所以目前對越南這個國家的好感度突然就拉得非常低。更離譜的是，你可以合法的、光明正大的購買所謂的 VIP 免排隊服務，其實就是一種變相賄賂嘛。在越南待久了，你才明白，在搞錢方面呢，越南人很聰明，也很努力。為了本期的拍攝，也是遭了罪了。還請各位點個關注、訂閱，給主播回血吧。然後這個就是越南的貨幣的形式了，其實它質量還是可以的，是那種塑料片的。而且它尺寸都做得挺小的，這個50萬應該是他們越南應該是面值最大了吧？但是看起來這個尺寸還沒有我們人民幣10塊錢大。Kế tiếp, Tòa án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quy kết xuống xe, vui lòng thông báo và ra cửa sau。是誰說越南話跟廣西話很像的？我怎麼覺得沒半毛錢的關係？這個就是遊客必去的越南版的義烏小商品市場。當然，也只有遊客才會去。我已經下車了，這個公交車價格還挺實惠的，5000越南盾，從機場一路坐到市區這裡。情侶就藏在這樣的小巷子裡面，進來就聞到一股腥臭的味道。晚上這裡肯定很熱鬧哎。越南人喜歡吃法棍，本質上是麵包夾肉，本地人叫做板米。正好肚子餓了，走過路過不要錯過。就是把麵包切開，然後在裡面塞各種各樣的料。看到是有香菜、有黃瓜，還有這個醃的蘿蔔絲，還有這應該是炸的豬肉。快10個小時沒吃東西了，肚子裡比較空。吃完這個東西，然後去辦個電話卡，辦電話卡再找一家河粉，吃個份兒。來到越南肯定是要吃份兒的，再吃個河粉，就回青旅，美美的睡個下午覺。睡完出來，晚上看看有什麼活動可以搞一搞，要麼去酒吧街逛一逛，要麼去江邊逛一逛，坐個那種敞篷的巴士夜遊一下西貢。今年剛好是越南南北統一50周年紀念，所以在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有掛黨旗的。在谷歌地圖裡面看到有一家評分4.9的粉店，然後我就進來看一看，到底是什麼樣的菜式才配得上這個4.9的評分。我點的是牛肋肉湯粉，上面呢鋪了一層小蔥，配了一碟燙熟的豆芽，還有一盤看不懂的菜葉子，應該是要拌到粉裡面吧。有這一套粉的話，差不多是20塊人民幣。它的這些配料其實也很豐富的，這個是胡椒粉，這個蒜片，這是辣椒油，這個應該是醬油、醋，還有辣椒醬。哦吼，出乎意料的好吃！第一次吃越南粉，它的靈魂是湯，嘗一口鮮甜無比，突出的是肉和洋蔥的甘甜。其次是配菜，我學着當地人把菜葉子掰到湯裡。這種東西叫刺芹，味道很像鹽水，但是氣味更濃。再配上這爽滑的米粉，一個字絕！這碗粉下肚，過海關的那種怨恨也算是消解了大半。睡一覺，起來發現天都黑了，那就開啟胡志明市的夜生活吧。
點的是一份烤豬排飯，這個豬排是明火烤的，就是在这个阿姨在这親手操刀，看着賣相還不錯。然後底下還有一個炸蛋，也主要給的分量還挺大的。這樣一份的話，價格是47K 越南盾。豬排的煙燻味很足，口感偏甜，再蘸一點越南魚露後呢，味道層次感很強，我喜歡。但是這米飯的口感有點奇怪，像是碾碎的，口感發乾。越南人呢，把這種米稱為碎米。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用餐環境，就坐在路旁。家人們，我現在在胡志明市的雙城觀光巴士上，來這裡遊玩的人還挺多的，坐這個巴士還得排隊，但是排的時間也不長，我就大概排了5分鐘就上車了。效率還是蠻高的，票價比較合適。我在 Klook 上面訂的是38塊錢的夜遊票，可能白天還會便宜一點，但是白天太曬了。遊客裡面感覺有一半是亞洲面孔，一半是白人。亞洲人裡面我聽到也挺多講普通話的，應該是咱內地的朋友。這座高塔的好像是胡志明市最高的建築。這個是胡志明市很有名的咖啡公寓，一整棟密密麻麻都是咖啡館，霓虹絢麗的招牌瞬間讓我聯想起延吉的網紅牆。胡志明市舊稱是西貢，是舊時法國殖民地的重鎮，湄公河三角洲的中心。這裡的法式建築見證了它歷史上的輝煌。越南的一大特色是密集的摩托車，據說佔據了全國90%的通勤需求。摩托車小巧靈活，完美契合越南的路況。感覺過了這條江就進了胡志明市的 CBD 區了。看着這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，我有點驚了，刷新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。舊時人們稱西貢為東方小巴黎。這個稱號呢，多少帶點殖民地的風情。如今，網友戲稱它為越南版的上海。一方面是調侃越南的模仿。舉個例子吧，上海有黃浦江，它有西貢河。黃浦江對岸搞了個浦東新區，西貢河呢，對面也造了個越南版的華爾街。中國搞改革開放，越南搞革新開放，可謂是亦步亦趨哈。另一方面，不得不承認，越南的經濟發展確實迅猛，常年保持7%以上的 GDP 增速，24年的 GDP 總量達4500億美元，首次超越了隔壁的中國廣西。但越南人口將近1個億，是廣西的2倍，而同樣人口規模的廣東 GDP 則是越南的4倍，所以說越南的發展空間還很大。不過，胡志明市的繁華確實出乎意料，雖然亂，但是一點不髒，一點不差。可以說，它的城市基建和衛生整潔程度在東南亞是頂尖的水平，我認為是吊打曼谷。同時，城市發展帶動房價蹭蹭的漲。據說，我眼前的商務區新盤價格接近1萬美金每平方。從房價的角度講，它的確很上海。開了將近1個小時，又回到原點了。這趟行程真的是值回票價啊！花38塊錢，不僅僅說是這1個小時看到的東西值，最主要是刷新了你對這個城市、這個國家的認知。老是想象越南是什麼樣，是一個什麼農業大國、農業文明國，就沒什麼城市建設。其實這種觀念先入為主的話，本身就是錯誤的嘛。繁華都市的背後是精彩紛呈的夜生活。我發現越南街頭有特別多的咖啡店、奶茶店，他們不追求高大上的裝潢，而喜歡在路邊找個板凳一坐，約上3-5好友把茶談歡。本地人熱衷咖啡文化，以至於他們把幾十家咖啡館塞到一棟樓裡面，
家人们，我現在來到的就是胡志明市的網紅咖啡公寓，一整棟全都是咖啡品牌，從一層，我看一下頂層應該是6樓吧，應該大大小小開了好幾十家店嘛。現在我進到這個咖啡公寓了，它有電梯跟樓梯可以走的，電梯要等，所以我就走樓梯。但是這個樓梯真的有點陰森，有點恐怖，因為沒有人。每一層的風格都不太一樣。哇，這裡每家裝飾風格不同，適合遊客前來打卡。因為每一層它的外立面還包括這個走廊呢，都是經過精心布置的，而且風格各異。基本上你穿的每一套衣服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元素，可以搭配在一起。我還留意到越南的房子普遍很窄，通常是3到4米，但是縱深往往有幾十米。為什麼又窄又深？原因是在19世紀，當地立法規定房屋的稅率和房屋門面的寬度有關，相同面積之下，門面越寬，繳納的稅越多，所以大家都把房子修成這種窄長型的，長得好像一本書。我在想，為什麼稅法又這麼設置？我認為是為了曝光權的平等。所謂曝光權，就是一家商鋪被路人看到的權利。門面越寬，意味着曝光的概率越高，吸引到的客戶就更多，自然商鋪的生意就會更好，賺的錢更多，因此相應納的稅應該要更多。根據門面寬度設置不同的稅率，能保障小商鋪享有平等的曝光權，不至於一家獨大。側面反映出越南的商業競爭是非常激烈的，特別是對於門面、曝光這種公共資源的爭奪。胡志明市的夜生活不僅體現在遍佈每個街頭的奶茶咖啡廳，還有酒吧，開放程度遠超你的想象。家人們，我身後就是著名的范武老街，這裡非常的吵，非常熱鬧，人非常多，還有很多摩托車、出租車。我感覺我說話的話肯定是聽不清了，大家就看我的鏡頭就好了。媽的，我也是中國人！哎，他媽的！這個多久了？你拍抖音呢？是不是拍抖音呢？沒有拍抖音，我操，拍了我自己，我想發 B 站的。發嗶哩嗶哩是吧？對 ，B 站。賬號叫什麼？說個題外話，范武老街名字由來，取自帶領越南抗擊蒙古人侵略的民族英雄范武老，如今卻成為一條國際知名的酒吧街，頗有一絲諷刺的意味。在這裡，你能聽到歐美搖滾和中國土嗨，遊客也是以白人和國人為主。來一次胡志明市，相信你會完全打破對越南的固有印象。你以為越南人很淳樸、很保守，實際上他們比誰都開放。當然，更開放的我拍了也過不了審，大家還是親身去體驗吧。
這就是本期影片全部內容，感謝你們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繼續探索越南吧。